最近，所有国人都心系嫦娥5号探月任务。就在中国一步步完成自己的探月梦的时候，15年前各强国公布的探月计划曝光。当年大家一起吹的牛，只有中国当真了，也只有中国实现了。在2004年，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对外宣称，中国月球探测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将分为绕、落、回3个步骤，并列出了时间表。绕，3年内中国嫦娥1号绕月飞行；落，6年内中国的月球车将在月球表面上软着陆，并且巡视探测；回，2020年之前，中国研制的机器人将把月壤样品采回地球。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在摩拳擦掌。日本计划在2020至2025年间实现载人登月，2025年在月球建立基地。印度计划在2008年发射首艘无人登月飞船月球飞船1号。时任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奈尔曾喊话，印度实现登月梦想指日可待，不存在技术障碍。在去年我国嫦娥4号登月时，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任还曾表示，在太空领域不逊于中国，而美国则计划在2015年实现再度登月，最迟不超过2020年，还要在月球建设多国太空站。事实上，当时外界对中国探月计划并不看好，认为这就是自嗨，甚至有人认为印度成功几率都比我们大。像俄罗斯、美国这样的航天强国更是充满雄心壮志，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去年，印度月船2号登陆失败，而在9个月前，中国嫦娥4号成功实现人类首次登陆月背的创举。此外，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一再推迟，而日本、俄罗斯在月球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年大家一起吹的牛，只有中国较真了，也只有中国实现了。目前，嫦娥5号正带上样品踏上返回地球之旅，这是我国目前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的航天工程。虽然这次任务很多都是新技术，但所有细节全都做到了完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表示，从钻取表、取采样、地外起飞上升、交会对接到带着样品返回，我们都没干过。但是嫦娥5号到目前的表现可以打100分。值得一提的是，总有人问去月球能干什么？对此，叶培建曾在2017年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能去却不去，将来被别人占了，别人去了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了，后人还会怪我们。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中国人民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靠偷，不靠抢，靠的从来都是不屈不挠的努力。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才会有希望，这是一些被重力束缚的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在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贝西身亡之后一时间中东被阴云笼罩。伊朗呢是将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和美国列为了幕后黑手，并且扬言要进行猛烈报复。然而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摩萨德高级指挥官在大庭广众下被袭击身亡，中东局势又再度动荡，究竟是谁干的？12月6号，据伊朗 Press TV 消息称，一名叫做法米希纳维的45岁男子在驾车等待红灯的时候连遭15次枪击，之后多名枪手是迅速逃离了现场。而事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他的身份是以色列摩萨德的高级指挥官。而根据网络流传的图片显示，受害者乘坐的车布满弹孔，和之前伊朗核物理学家遭遇的场景颇为相似。很多以色列军方和媒体没有直接回应这件事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伊朗的报复，而且这是一场高度完美的刺杀行动。这次袭击的人物可不是一般人，以色列摩萨德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情报组织之一，能做到高级指挥官这个位置，说明训练有素，并且拥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而这次袭击的地点则是在以色列境内的一条车辆络绎不绝的大马路上。在伊朗核物理学家身亡之后，以色列关键人物更是加强了戒备。其行踪又是怎么被暴露的？在枪击之后凶手又是如何完美的逃脱的？综上这一切都需要极高的情报和组织能力。不过，按照外界对伊朗情报机构能力的评估，策划这种极高水平的暗杀行动呢，似乎不太可能。而且伊朗如果真的要报复最好的时机是在明年1月20号白宫易主之后，并不是现在的这个敏感时期。除了硬性条件之外伊朗如果此时动手，虽然能够平民愤，但是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在白宫易主时间临近，伊朗早就警告过不要惹怒美国，就是怕特朗普以战争谋求连任。而如果此时对以色列动手，恰好给了美国和以色列开战的借口，而伊朗呢却还没有做好抵抗一场战争甚至小冲突的准备。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呢，是指向的美国，因为整件事情最大的会议集体就是美国。最近这段时间，外界都在猜测特朗普会不会上演最后的疯狂。最近，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就指出，疯狂的离职计划，特朗普考虑戏剧性离开白宫，也有可能是美国在以色列和伊朗中间拱火。当然，美国情报机构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中东乱起来，符合美国的利益。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自导自演，而目的嘛，不言而喻。但无论幕后黑手是谁，中东的局势已经被搅乱，大战很有可能会一触即发。近些年，中国科技走上了高速车道，而在12月4号这天，更是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成就。在12月4号凌晨，嫦娥5号上升器借助3000N 发动机成功携带样本进入环月轨道，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起飞。在上升器起飞后，还需要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进行人类首次近月轨道交会对接。嫦娥5号集中国最先进航天科技于一体，而这正是中国航天人一步一步积累攻关得来的结果。在12月4号中午，中国科学技术法学的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张，它可比几个月前日本刚宣布世界第一的富岳超级计算机快了100万亿倍，比去年宣布实现量子霸权的谷歌玄铃木量子计算原型机快了100亿倍，实现了真正的量子霸权。在12月4号下午，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在成都建成并进行首次放电，这表明中国掌握了大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技术。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环流器1号、问号装置、东方超环等一大批装置，积累大量核聚变技术成果。事实上，人类一直都在追求像太阳那样永不衰竭的能源。如果人类掌握了可控核聚变，那么人类将不会受限于能源枯竭问题的困扰。而这次建成的环流器2号 M 装置等离子体积超过国内装置2倍以上，等离子体粒子温度可达到1.5亿度，是太阳心部温度约10倍。人造太阳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环节，而未来在我们这儿。中国一系列高新科技的突破也让美媒深受刺激。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今年中国在经济、技术、外交和军事方面试图追赶和超越美国。报告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抱负远大，希望能与美国匹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过去15年里，中国正把重点转向超越美国。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科技爆炸的井喷期。什么是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美国不懂，却总是以狭隘的眼光看中国。当下的中国追求星辰大海有什么错？被重力束缚住的灵魂就不要在那里瞎掰了。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利用炮舰强迫中国开放门户。然而，时隔180年后，英法联军又要来了。最近欧洲媒体和日本媒体频繁炒作，英国海军明年将派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到日本近海，并接受驻日美军设施补给。另一件事情则是在2021年5月，日、美、法将首次在日本的一个无人岛屿举行2期作战联合军演。对于法国此行的目的，法国海军参谋长范迪尔生怕别人不知道，高调声称这是针对中国的信息。对于欧洲国家纷纷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防卫省更是高呼欢迎，并称有助于加强对中国的包围网。100多年前，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强行用炮舰外交打开别国的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180年后，他们还有这个能力吗？英国和法国都曾是海军强国，但现在早已日落西山，还在靠航母和核潜艇撑门面，但实际作战能力堪忧。法国有一艘戴高乐核动力航母，但是这艘航母核反应堆技术还不成熟，大部分时间都是瘫痪在港口，很少有跨域作战任务。而且法国主力舰艇西北风级2栖突击舰、闪电级2栖船坞运输舰，还有2艘地平线级驱逐舰，但这种驱逐舰不是180年前的中国。